如果说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，那宵夜便是城市的灵魂。吃货们深夜出动，只为了邂逅最好状态的食材。晚上11点过后，食客们陆续出现在番禺南村的一间普通的大排档内。5點鐘開工，6點鐘有得食，6點鐘好少㗎，係晚上11點半、11點之後又開始多人㗎啦。到店卻不點菜，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麼。同樣等待的是大排檔的店主李錦標。每晚11點半過後，他都要到店門口候着。一般12點鐘左右，10點鐘前就到㗎啦。而此時，李錦標的兒子正用最短的時間從肉聯廠取貨。大家翹首等待的美食到底是什麼呢？因為肉聯廠呢度即係佢要11點半先可以劏豬嘅，呢個時候嘅豬就係最新鮮嘅。11點45分，李錦標的兒子準時回來，等候許久的食客終於按捺不住了。借下。呢度。來，2條排骨，好快，來，離開肉聯廠不足15分鐘，豬內臟還留有餘溫，趁其仍在抖動中，便分切給食客，絕對是午夜最毛骨悚然的美食誘惑。兩個產品2個人租一個張係咪？3分。豬雜就是豬下水，除了常見的內臟，還有豬喉、豬舌、花腸、生腸等。把家常的豬雜做成15年長盛不衰的生意，自有絕活。以前做劏豬我哋劏豬叫做內行啊嘛。對豬最主要就係講內行，識唔識貨。15年咧經自己手嘅，一路自己去攞貨都係自己割。粉腸嗰度要揀㗎，係割啲花腸㗎咋，將靚嗰部分割咗，曳嗰部分就唔割㗎啦。2002年，開屠宰場的梁錦標兄妹一家轉行開起了餐廳，菜式獨孤幾味，質樸原始。每桌必點的豬雜粥，粥底也頗為講究，選用粘性較高的東北大米，提前熬製超過3個小時，直至米粒開花，富有油脂。翻嚟洗米，洗乾淨米之後加少少油，一路煲到5點半，睇佢夠唔夠面。加啲油咧，為咗個口感香少少，個粥夠面。咁樣叫做廣東人最中意食嘅老火粥。李錦標的店裡每天可以賣掉一大鍋約400人份的粥，周末更是要準備600人的分量。一碗豬雜粥。粥裡有肉味兒，肉裡有粥味兒。除了豬雜，當然還有一些市面難尋的貨色。一頭豬只有8兩的豬臉肉是製作腸粉的最好餡料。啲米佢將係自己磨嘅，一有300-400條啦，來。接近透明的粉皮，包裹着新鮮的豬肉、豬雜，
肉比粉多，鲜甜爽脆，能带给食客最大的满足感。这间只卖猪杂的店，所有的出品都离不开猪。椒盐排骨、铁板猪杂，猪杂过水去除血腥味儿。炒的过程可以用秒来计算时间。猛火爆炒30秒后，放在烧热的铁板上，利用铁板的温度继续加热。猪杂不散碎，熟得恰到好处。如今，新鲜猪杂已成为番禺美食的代表作。有不少食客更是驱车几个小时从周边城市过来，只为了品味食材最好的这一刻。呢度咧就要12點過後先有得食㗎，係啊，最緊要係新鮮又好食。廣東人素有吃宵夜的習慣，除了吃，還重在和誰吃。大家聚在一起促膝談天，順便滿足口腹之欲，不僅是對美味的追求，更是情感的聯繫。體味一方水土，都市隱藏的深夜食堂是最真實的地方。愛吃宵夜的老廣們在這裡絕不會刻意斯文，吃得粗獷生猛，聊得熱氣騰騰。如果再配上一份老廣的宵夜之王啫啫包，生猛燙嘴，香氣四溢，就會暖到熨帖，吃成境界。啫啫是個擬聲詞，食材放於瓦煲中，經過極高溫的燒焗，瓦鍋中的湯汁快速蒸發，發出啫啫聲。這是煲仔飯的完美延續，也是粵菜獨有的烹調方式。啫的品種非常豐富，不過最早令啫啫包風靡南粵的卻是黃鱔。做啫啫黃鱔包，野生黃鱔為最佳。距離廣州200公里，有條廖坑河。這條河流經6祖故居雲浮新興，是個河鮮寶庫。清明前後的野生黃鱔最為肥美，但要捉到這全身滑溜溜的家伙可不容易。裝一個籠要好多有人㗎嘛？要4-5條啦。曾樹漢是廖坑本地人，他在廖坑河邊開了間餐廳。新興人人都愛吃的黃鱔飯、黃鱔羹都是他的拿手好菜。但說起捕撈黃鱔，曾樹漢的叔公才是個中好手。雅樹係比較好一啲，條例比較多啦。黃鱔喜歡淤泥質地的水域，穴居在泥洞或是石縫中。要想抓住它，需要一種特殊的工具。一個籠呢就係組串積下來嘅，都係要裝黃線嘅，一頭大一頭細。這個捕鱔籠設計精巧，籠口有一圈竹梳，讓黃鱔進得去，出不來。放啲有草多草地方。把籠子拴在岸邊的水草上，籠尾要稍稍露出水面，因為黃鱔的鰓早已退化，要從空氣中呼吸氧氣。黃鱔夜間出來覓食，傍晚是放籠的最佳時機。不過，叔公和曾樹漢今天來得比往常早，正值清明，這是木拱村的大日子。村里人從四面八方趕回家鄉拜祭祖先。麻將大家熱啦！
拜祖后在祠堂前聚餐是传统盛典。35围台的流水席从一早就要开始忙活。焯过水的黄鳝捞出去骨，然后用秘制的调料腌上10分钟，浇到煮熟的米饭上，撒上葱花，再焖5分钟，一大锅黄鳝饭新鲜出炉。老曾的独生儿子今年15岁，读中学的他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。爸，你整啲黃鱔飯好食，黃鱔羹仲好食。好，明天整個俾你食。为了让儿子吃上久违的黄鳝羹，第2天一大早，老曾又撑着船和叔公收籠去了。嗰籠一路動喎，一路喐喎，應該又有喎。睇下先。嚟，呢個。哇，好似好重喎。係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條喎呢個籠啊！剪得都幾勻稱喎，哦，有冇望？最大有咁大喎，哦。10幾個捕鳝籠收穫了近10斤黃鳝，留下3斤黃鳝犒勞讀書的兒子，剩下的都拿到店裡。旺火熱油，鳝片下鍋爆炒，加入蔥、青椒。一道家常的爆炒鳝片让人食欲大开。黄鳝羹要用新鲜的活鳝，5分钟后捞出煮熟的黄鳝，取鳝肉丝，加入调料炒香，再加入鳝血汤。这黄鳝羹不仅香味浓郁、鲜美异常，而且滋补。不同于母爱的絮絮叨叨，父爱总是比较沉默。老曾把自己对儿子的爱和期望，都默默地融在了这碗料足味美的黄鳝羹里。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，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。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，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，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。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，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。马上做，我做完没给我讲。啊。鱼翅鳗鱼粥，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。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，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，这份小小的孝举，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。和其他宵夜档一样，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，11个小时的忙碌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。每一个新锅买回来的我都要检查一遍，要有回音。你像这个有裂痕，不要。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，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，营业了22年。今年30岁的吴朝奇，至少已经10年。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，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。
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，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，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，奔赴回国接手副业。一些卫生啊、质量啊，回来改动了一下，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。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，我是不行，我要自己去挑货。买鱼是要靠运气的。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，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，风雨无阻。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，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，除了要讲经验，还得看运气。指标好呀。是啊，慢金金，夫妻安安在，就小切，那就好。那啥大是。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，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。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，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。表面就有一层沙，它一定要加过经过热水处理，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。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，所需食材到手后，天已经亮了。到了下午4点，对于阿奇来说，又是新一天的开始。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，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泡米，也不是切鱼，而是煮卤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，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这个卤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，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、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，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。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。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，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，再磨成粉，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。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，妻子开始泡米，阿奇负责切鱼和肉，忙碌当中默契无限。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。第2次水开了，再去过那个冷水，让它冷却一下，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。40年前，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，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。从此之后，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。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，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，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，渗透的时间越长，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，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。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“煮糜无卡36个架”。想煮好一锅粥，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，一是旺火煮沸，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，粥才不会糊，米粒儿也不会粘锅。二是转小火慢熬，减少翻搅，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，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后，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，只要提想法，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，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。煲砂锅粥虽然省时，但却不省力。一家3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，炉前炉后的艰辛，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。饮食店就是这样的，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，辛苦啊！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一家店，一锅粥，3个人。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。
一锅暖意浓浓的叶粥扬名潮汕，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。